依琳姐，她不会不来了吧？依琳姐，要不你去忙吧，我们在门口等。来了，来了。你也来了？是啊，你都通知了，我当然会来。谢谢，真给面子。进去吧，大家都来了。各位，谢谢大家的光临啊！这杯酒我先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平时我也不爱说什么肉麻的话，但是今天是我老公林伟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就肉麻一回，大家请看吧。19岁，我第一次遇到林伟，跟联谊寝室的男生一起唱歌。20岁，我们俩第一次约会，他说要把这辈子的约会都卖给我，我给他买了一大桶冰激凌交换，他吃完拉了2天肚子。22岁，我们毕业了。25岁，我们结婚了，有了小莫。别误会啊，不是奉子成婚。小莫满月，我们住50平米的小房子，林伟感动得不得了，说累到吐血都要给我们娘俩更好的生活，换大房子。27岁，小莫2岁了，大房子还没有着落，我在会计师事务所也升职了，一起跟林伟为房子奋斗。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，我们2个人一门心思拧成一块儿往前走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段日子是苦点儿，但心里很踏实。这个时候，我老公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韩总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韩总那单生意吗？您说，只要林伟能拿下这单生意，您就给他升职。韩总，到现在我都感激你，谢谢。为了能让我老公拿下这单生意，我辞去了工作，去照顾韩总的妈妈。是韩妈妈自己福气好，很快就康复了。但是韩总硬是把功劳归在我头上，把这单生意给了我老公。我老公升职以后很忙，根本顾不上家，我也就没再回去工作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当会计师的，这点秦山知道，是吧，老同学？但是我更喜欢当林太太。结婚之前，我跟秦山一样，认为事业最重要。但是结婚以后，有了孩子，我觉得林太太才是第一位的。依林，我得给你封一个模范贤内助。行啊，谭总，谢谢。来，大家接着看。聪明姐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孩子们呐都不接电话，我只有打给你了。都不接，
他们都没在家呀。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好像说是给林伟过生日什么的。哎，都这样了还给他过生日啊？那你知道去哪儿给他过生日吗？小丫结婚那个地方叫翠明路，什么荷塘月色。哦，知道了。30岁，我们有了大房子、车子。儿童节带小莫去游乐场，坐过山车，他恐高。林伟把他放在肩膀上待了几分钟，想锻炼他，结果硬是下不来了，说这样感觉他一下子长成了大人。小莫之前说他坐在林伟的肩上像个大人，现在也算是个小大人了。小莫10岁，我35岁，林伟36岁。19岁到35岁，16年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好吧，下面就请我们的男主角上台吧。老公，16年，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不管我付出什么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都老夫老妻了，别急。这可是你们说的啊！可是现在，我恨你。35岁，我老公背着我，跟他们公司的财务总监。我的老同学秦山走到了一起。16年前，我也青春逼人，现在青春不在了，我只剩下一肚子的怨气。我不能就这么过下去。秦山，我可以把我的老公让给你了。我现在放手了。林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还没说完。16年，我对你所有的爱，到今天都变成了恨。我必须要把这些都说出来，不然我会疯，会死。我不允许自己就这样被你悄悄抛弃，别怪我，用这种形式把你对我的伤害还给你。
生日快乐。依林，对不起，谭总，扫您的兴。你们的10年的照片很感动，但结局没想到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林伟的支持，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。我一直以为林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有底线，有原则。最近公司有些传言，我都没信，可我不多说什么了，今后的路还很长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不行，玉明，哎，你进去，跟依林说呀，在林伟那儿啊说句软话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去给林伟认个错，行不行？不是爸，那个我跟一凡呀，都已经劝过了，他俩那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可他们不能离婚呐！你想想啊，以后依林一个人带个孩子，那怎么过呀？他是搞婚介的，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小道理。玉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林伟在外头已经有人了？小沫啊，阿公姨父，哎，是不是饿了？这姨夫啊，给你做饭吃啊。爸，来，您把东西给我吧。您要是累了，您就回屋呢歇会儿去。饭做得了，我叫您。我妈怎么没回来？啊，你妈呀，我妈回来，只不过你妈呢，可能今天回来的呀会晚一点啊。姨父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，我爸我妈是不是离婚了？你知道什么是离婚了吗？知道，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很严重，有多严重？就是非常严重。小沫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特别怕他们两个离婚呀？我不怕，因为他们离婚了，我还能见到他们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呀？因为我怕他们见不到了。是不是没吃过姨夫做的饭呀？今天姨夫呀，好好的给你露一手啊！但是呢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
公吃饭的时候啊，在饭桌上，你呢得使劲的把菜跟饭呀都吃干净了，这样的话，外公才高兴，好不好？啊，还真是从您这儿要的地址啊？他电话他都打咱们家了，我也不能不说呀。哎，这江依林解恨了没有？过个生日解什么恨呀？行了，林伟都这样，他还能好好给他过生日啊？你以为你妈傻呢？嘿，我发现您现在越来越八卦了啊！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这江依林多聪明啊！她要是下了决心的事儿，那就便宜不了谁了。男人就欠收拾。你以后跟这个小韩，你要是再那什么，这一凡就跟他姐这么学着收拾你。爸，您听听啊！哎，我还是您亲儿子吗？亲儿子我才得更高标准严要求。嘿，您真是一好婆婆，我发现。别听你妈胡说八道，她心里啊根本不是那么想的。算你了解我。哎，你们俩最近的多关注了一点依林，就别老让她一个人在那屋里待着，不行把她接咱们家住来。我都不知道您这话哪句是真的了。我哪句都是真的啊！你妈没那么恶。行，知道了。我爸怎么样啊？还行。小莫呢？睡了。谢谢你，老公。你看你，哎，那个，你姐怎么样？就那样呗。16年了，感情和青春都投入了，自己什么事都放一边，所有事都是为了林伟跟小莫，结果什么都留不住。要是有一天，我也因为相信你而付出代价，我也认了。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是电话里跟我说要跟我谈小莫的事儿吗？那就谈吧。既然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咱们也都别藏着掖着了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让我把小莫带走吧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把小莫给你呢？这个问题连想都不用想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。是，我是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我只是觉得咱们俩分手以后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家里的房产、现金你都可以拿走，我就只想把孩子带走就行了。
你听说哪个孩子跟后妈在一起能生活的幸福呀？小莫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照顾，他已经习惯了跟我生活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俩之间没有必要较劲，要想到孩子的感受，我不想让他因为这件事情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环境。不过有一点你放心，你永远都是他的爸爸，这个我是清楚的。16年的感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。我知道，所有的错都在我，我活该。但是我真的一门心思的想回归这个家庭。我希望我们的生活还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会那么做。咱们俩之间起码唯一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。我承认，那件事情是我的错，但是也不足以是能让你跟秦山走到一起的理由。行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谈好了，也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咱们就痛快点儿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吧。就明天。我先走了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走了。哎，依林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不想听。那我送送你行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什么都不说。10多年了，咱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。
明天你就搬过来住吧。青山，不是都离了吗？怕什么呀？公司那边的同事，我想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咱买的事儿，公司上上下下几乎全知道。我们又在同一家公司，今后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挺别扭的。其实我是想，我不辞职。让你失望了？我从来没打算过让你辞职。我话都没说完呢，你想都不想，你居然让我辞职。我也没想让你辞职啊。我们这个行业就现在这个公司最好，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到我们这个区的销售总监了，往上还有总部。你辞了职，你去哪儿？有我的条件，我不愁找不着工作。你是不愁找不到工作，薪水有可能也不比现在的低，可是发展空间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一进中小型企业，就会做到最高层的天花板位置，那往上还能去哪儿啊？你才30几岁，往后你还有20多年要奋斗呢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就守着那个天花板过20多年啊？让你走你舍不得，让我走呢，你又怕我今后发展不好，那你到底要我怎么着啊？我不是嫌你发展不好啊，我也不在乎你挣多少钱，但是我太清楚一个长期在天花板待着的人是个什么状态。我不喜欢那样的男人。青山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够满意呢？我们都留在公司，一起做到总部。我这个人就这样，可能别人呢喜欢中高层的感觉，而我偏偏就喜欢后面还有一大段路要走。我想你也是这样的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聊的，你要跟我谈的，我还以为是咱们今后怎么生活，咱们今后怎么过日子，没想你谈的全是这些东西。我不是江一莲，他能放下的，我做不到。青山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爱你呀，我当然爱你了。正因为我爱你，我才不想成为第二个江一莲，一个不懂得自我和婚姻之间平衡的女人，被沦为弃妇的故事，我不想再上演了。林伟，你为了我放弃10几年的婚姻，那你应该清楚，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够抓得住你。你家那串钥匙也用不着了，就扔了吧。爸，乖吗？妈妈，我又快输了。小莫，棋不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
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莫，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。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儿也热闹了。爸，对不起啊。我让您失望了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宝贝，爸爸和妈妈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行吗？妈妈保证，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小莫，妈妈知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哎，老婆，正好那个妈呀炖了一锅那个汤，要不咱俩一块儿给你姐呢带点过去，正好周末了，咱带着你姐跟那个小莫，咱出去玩1天去。我爸给我打电话了，说让我先别过去，让姐先一个人安静待几天。那行吧，那她现在状态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就正常呗。
我怎么觉得他现在这样反而不正常呢？是啊，你说他最后也就闹了这么一下，前面也没见他哭，没见他发泄过，也就上回我去找他，他哭了一会儿，自己又给忍回去了。我真想让他好好哭出来。慢慢来吧。哎，你要不让妈把多出来的分一份出来，我给小韩送过去啊。哦，哎，正好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呀？那个，要不小韩那儿啊，你别老跑了。公司不是招了一批新人吗？挺负责的。我现在啊，没那么忙了啊。你是不放心我去呢，还是嫌弃我照顾不合适啊？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个你多好啊，是吧？你心大心宽，体又不胖。我不是说嫌弃你，我是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了。没事儿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夫妻同心，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去就好。不，你主要是那个你爸、你姐、小莫那儿呢，都得有人照应着。你们家现在也是非常时期。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去？那你去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要不这样，我把心掏了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小韩都给我挑明了。跟你挑明什么了？就上回给他送饭啊，他跟我说你这边的车位他都已经预约了，我这后来得抢了他的位子。不是，那你怎么回答的呀？我能那么回答呀？我跟他唇枪舌剑啊，他不是病人吗？我得让着他点。对，我觉得你做的太对了，真的啊。还有啊，千万别因为他惹着你生气了啊。当然了，咱也不让他生气啊。放心吧，反正有我就行了，你就不用去了。啊，你要非要去的话，我得跟着。那成，那今天咱俩就一块儿去啊。正好不是前2天做一检查吗？今天报告也该出来了，我跟妈说一声啊。嘿，怎么样？啊，医生说呀，骨骼恢复得很好，可以不用戴护具了。你看看，神经也在慢慢恢复呢，太神奇了。挺神奇的哈。今天我们庆祝一下吧，去老地方吃个饭。我都问过医生了，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。再说了，我都好久没出门了，都快闷死了。这是我得去问一下大夫。我去问吧。来，车！你能帮我进去吗？可以吗，王太太？可以啊，你看这台阶儿，轮椅都上不去，抱进去呗。啊！哎，慢点！哎，好嘞，来，我给你往前挪啊！哎，你们来了。老板。哎，老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这受了点小伤。哦，哎，你们俩好长时间没来了吧？结婚了吗？雨明结婚了，小韩还没有。哦。老板，点菜。好。老3样。来一个香里腊肉、宫保鸡丁，还有双椒鱼头。哎呦，双椒鱼头你吃不了吧？这太辣了。我给你点的，你不是喜欢吃吗？我吃什么都行。没关系的，再来2碗米饭，我半碗，你1碗半。再来2杯冰的酸梅汤，我把我的冰都给你。啊？好了，就这些吧。哎，别！那什么，你吃什么呀？对不起，
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之前总是跟他来，所以都习惯了。没事儿。你想吃什么？你们这热菜都已经点差不多了，那就再来个凉菜。泡椒凤爪，老板就这样去吧。哦，好的，马上打。泡椒凤爪，这白爪挠心的，够酸的呀。我没事儿，我能吃。你是病人，你吃不了。哎，好久没出来了，今天的阳光真好。是，挺好的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去旁边的小公园吧，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儿。你们聊，我先去到卫生间。他不会生气了吧？应该没有。马静，听我吐槽。我一点一泡椒凤爪，结果他在那边说什么？哟，白爪挠心啊，够酸的呀！哎，你说他什么意思？白爪挠心，这真说到你心里去了吧？什么说我心里去了？他就这样，老抓着我要爆发的临界点。你可千万不能爆发，你这一爆发就成泼妇了，正式范儿都没了。我知道，我说这种人真是太难对付了，老扎着我，我还没法回我。那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好不好？刚吃饭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边说他跟王宇明以前那点事儿，以前吃什么菜，还说什么一会儿我们去旁边小公园去逛逛吧。哎，你说他腿都这样了，他走什么呀？还是得王宇明抱着他呀？那你们家老王呢？他怎么不拒绝呀？你别跟我火，我好不容易才忍下来了。我得大度，我得给他阳光。我觉得我现在怎么就那么虚伪啊？哎，你不是自己说了要自我拯救的吗？就当是成长了啊。你就先这么虚伪着，就自我催眠了，到时候就真大气了。我给你支个招，你们家那老王不是工作忙吗？你赶紧发动外援啊！什么呀？听不明白啊！哎呀，我现在火直往头上拱，我听不明白。哎呦，这女人啊，一上火智商就直线下低了。你让那个杨小宝赶紧把你们家老王给叫走啊！对啊，你给小宝打电话。我一会儿还得出去了，我现在得稍微平静一下我的心情，还得微笑，虚伪一下是吧？成长，淡定啊！医生嘱咐你的话呢，你一定得记住了，知道吗？像这种双焦鱼头这么辣的东西就不能吃了，不容易康复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哎，哟，都吃差不多了，要不叫老板买单吧？别，你还没吃呢。我不饿。张律师，你今天忙吗？我最近都不怎么忙。你看今天这饭吃的，你也没吃什么东西，也没说话，要不然一会儿就让宇明陪我吧。哎呦，我呀，可以啊。我都觉得挺尴尬的，你不觉得呀？稍等。哎，小宝，怎么了？死循环？怎么会出现死循环呢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啊，等我马上到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那个小韩，不好意思，我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你去吧，反正今天的风也放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公司啊刚起步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，我要不回去吧，这仨都得抓了瞎啊。好了，你别解释了，再解释就没意思了。让老板买单。哎，来了。
多少钱啊？老顾客给你们打个折啊，160，160。怎么样？口味还可以吧？啊，行，怎么样？这菜还可以吧？这个应该挺好吃的吧？我也没吃着。那下次有空你们俩，你没事啊，下次有空再来啊。一定。好了，刚好啊。好，刚好啊。那是干嘛呀？还要人家开口啊？慢点。那个，我先上班去了啊，那你也就送他进去吧啊。赶紧去吧。啊，小韩，康复这事儿别着急，得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啊，别啰嗦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我走了。干嘛？非要撵我走，到头来还是我送你回去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我想下来走走。下来？你没搞错吧？你腿这样，你活动？我都住了2个多月的医院了，一个人躺久了，意志都会跟着倒下去。今天高兴，我想下来活动活动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你真想下来走走啊？那我也扶不动你，我帮你去借副拐杖行不行？好。你行不行啊？我觉得我这脚可以受点力了。哎，大姐，要不这你还是别走了吧？不是你觉得又不是医生觉得，你让我背你回去行不行？这太可怕了！你在这儿，医生不是说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吗？没事儿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有事，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。我们再试试。哎，你也别跟我犟了好不好？我背你回去。你想，你这脚要好了，那雨明不就不来看你了吗？我的脚要是好了，我就去找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么飒一女的，干嘛老为男的给我在这耍心眼啊？你不是一个人在医院闷得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没事吧？对不起。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你没事吧？小韩，医生，医生！本来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现在同一个位置又2度受损，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对不起啊，大夫，是我们太不小心，太大意了。他现在严重吗？骨伤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办法，但是神经损伤本来就是个未知数，现在就更不好说了。你们也别压力太大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就得面对现实。以后呢，小心点照顾，我们也会尽量想办法。哎，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谢谢医生。对不起。行了，别担心了，他会好起来的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来医院照顾他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咱们能不能不再纠结这件事儿了，行吗？那我也做不到看着你去照顾你前女友，你心里还能踏踏实实的。你看，我已经答应让你来照顾他了，你说你心里还装种小心思，你有意思吗？哎，他万一要是站不起来了怎么办？那我都跟他说了，让他不要自己走，他自己非要站起来的。还有，小宝打电话催着我回去，是不是你指使的呀？我没干过这种事儿。行，咱说好了，咱们别再为小韩的事纠结了，行吗？那你俩一起去你们以前吃过的餐厅，点以前点过的菜，聊得热火朝天，还抱进门抱出门的，最后还一块逛公园，他还撵我走，那换做我你能舒服吗？
是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。我以为你回来了，我们就应该重新开始了。从哪儿开始啊？从对彼此的信任开始。你说你揣这么多心眼儿，你让人不舒服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心眼多，行了吧？我心眼多到我为了护着他，我后脑勺子磕地上都没跟人说过。你磕地上了？那我看看来，让我看看，看看磕哪儿了？疼不疼啊？啊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我看看。回了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好，那我马上回来。怎么了呀？啊？我姐丢了，你去照顾小韩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，我陪你去啊，你等我啊，等我一下，马上啊。他没来找过我，也没给我打过电话。那要不要一块儿找找去？我怕他到时候见到我，他会更生气。李面，哎，关于依林的事儿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今后小莫和依林还得靠你们多照顾。姐夫，谢谢你们了。就是那天过生日那事儿啊，你也别想多了。等那事过去之后啊，我再约你纪念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你如果找到他，给我发个短信。哎，那我先进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想起我姐大学时候的样子了。那时候特别崇拜我姐，每年她都要在大礼堂给新生致辞，毕业的时候还要做毕业演讲。我就翘了课过来看她做演讲，在台下像个粉丝一样看着她，觉得她特大方，特漂亮。那时候林伟啊，就站我旁边。那时候他看他的眼神，让我觉得别说是这辈子了，就是下辈子他也不会放手。谁知道今天会成这样？你说，我姐要是不跟他在一块儿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是不是一个女人选择了一个男人，就等于选择了一种命运？一凡，我觉得你应该现在想一想，你姐还会去哪儿？我姐不是那种断了还留着念想的人，所以她一定不会再去他们两个曾经去过的地方。有一地儿，好久没去过了。在那儿呢。哎，你就别去了，好吧？哎，那个哥，要不麻烦您给劝劝。行，我去看看啊。哎，你们别走，等我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跟我说，面对大海，可以忘掉一切烦恼。你现在好点了吗？我妈妈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到海边来，每次我都会用手紧紧握住一把沙子，就想
使劲把这沙子握住，就好像能留住我妈妈。但是每次沙子都会从我手里漏光，我越是想要紧紧地抓住它，它就会漏得越快。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有一些不是属于我的东西，一定会走的。你这不想得挺明白的吗？走吧。但是等我渐渐长大了，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怎么就忘了呢？还想一个劲儿使劲地抓住。对着我这个失败的女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可怜呢？你干嘛要这么想啊？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一点错都没有，别再琢磨这个了。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放开我！男人怎么会都这样？这么好的家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日子为什么不过下去？你现在想来同情我、可怜我是吧？我不需要。依林，放开！我不要你安慰我。如果要是你觉着热的话呢，我这边有凉水；要是觉着凉的话，这边还有热水。以后你要是对水温有什么要求，提前跟我说，我好准备。老公，傻啦？不知道我叫谁呢？就是有点突然。要不你也一起泡？我给你洗就行了。没事儿，一起泡吧。快点啊！刚才小韩啊来电话了，说呢让你别往心里去，今天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，都是他自己啊不注意。对不起。你还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还没来及跟你说对不起呢。不是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想了一下，说的挺对的。我现在啊是不够有信心。之前跟你赌气离婚，让我们这段感情陷到更大的困境当中。后来回来以后，我就想要换一种处理方式。一开始吧，我还挺有自信，我能处理好的，也自以为自己挺大气的。后来时间一长，我就越来越装不下去了，觉得挺害怕的，就怕我们的感情再受到伤害。笑什么呀？很好笑吗？你突然间这么坦诚的跟我说话，我倒有点不太自信了。我知道小韩的事儿啊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你刚才能这么坦诚认真的跟我说这番话，我突然间觉得咱俩呀
还是可以坦诚相待的。我是怕我们谁也不说，都不沟通，到最后会有更多的误会，等到想解决的时候，都来不及了。我觉得在感情这个问题上，你做的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就应该呢，积极的去面对。因为我不想变成我姐那样。说着说着吧，就又来了。哎，别那么悲观，行吗？